圈从来不缺惊喜，也不缺风暴。王一博，这位凭借《陈情令》一夜爆红的年轻演员和偶像，本以为可以在新作品宣传期间专注于艺术与舞台，却意外地卷入了一场出乎所有人意料的风波。消息传出，他突然因为一份神秘举报被警方约谈，而举报者身份扑朔迷离，据传竟然来自所谓的黑粉。这一消息一经曝光，瞬间点燃了社交媒体，无数网友震惊又愤怒。在粉丝眼中，王一博一直是努力、低调、专注于事业的典型。他的性格沉稳，不轻易在公众面前表露情绪。然而，这一次，面对这种突如其来的恶意，他没有再选择沉默。愤怒、无奈、坚决，成为了他回应这场风波的关键词。其实，这场风暴不仅仅是一场关于王一博的舆论风暴，它更是一次折射娱乐圈生态的镜子。明星在光环背后所承受的无形压力，网络环境下恶意攻击的泛滥，以及公众对于真相与正义的渴望。王一博的事件像一记重锤，敲打在人们的心上，提醒着大家，流量与光鲜背后暗藏着怎样的危机。举报看似是普通社会监督的一部分，但当举报成为恶意的武器时，它便带有了极大的杀伤力。王一博之所以被警方关注，正是因为有人通过匿名渠道递交了一份证据，试图指控他涉及某些违规行为。然而，警方在初步核实后发现，这份举报存在大量漏洞，甚至明显带有恶意捏造的痕迹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一场蓄意陷害。背后推手是谁？是出于极度的竞争对手，还是沉迷于网络仇恨的极端黑粉？答案至今未明。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这背后一定有人刻意推动，试图借助举报之名，来抹黑王一博的公众形象。在娱乐圈，明星的人设、口碑往往比作品更脆弱。一旦卷入负面新闻，即便后来被证明清白，伤害也已经造成。有人说，这是一种舆论暗杀。对黑粉来说，他们并不在乎真相，他们要的只是把明星拖下神坛，让光环蒙尘。举报背后是网络黑暗角落的缩影，在那些匿名的 ID、虚拟的头像背后，潜藏着数不清的恶意与偏见。这些人不惜编造谎言，只为满足自己扭曲的快感。而王一博这一次正好成了他们狙击的目标。王一博一向以冷静著称，他面对流言蜚语时往往选择不回应，用作品和实力去证明自己。然而，这次他却不同寻常地表现出了强烈的愤怒。他在社交媒体上罕见发声，语气坚决，直言不会容忍无端的恶意和谎言。他的态度让人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，沉默不代表软弱，忍让也不等于放任。当谣言已经威胁到基本的尊严与清白时，反击就是必要的选择。粉丝们看到他的愤怒，反而更加坚定地站在他身边。因为这种愤怒不是无理取闹，而是一种对公平、对正义的呼喊。王一博说，清者自清，但不代表我会纵容肆意的污蔑。短短一句话，让人心潮澎湃。这种罕见的正面回应，既是对黑粉的震慑，也是对所有公众人物的一种警示。在舆论的洪流中，学会坚守，敢于发声，才能不被恶意吞没。王一博用行动诠释了年轻偶像真正的勇气。随着事件发酵，网络上的舆论迅速分裂成两派。一派坚定支持王一博，认为他是无辜的受害者，黑粉的行为已经触犯法律，必须严惩不贷。另一派则持怀疑态度，甚至继续传播不实信息，试图把事情炒作得更加复杂。在这种分裂中，媒体也推波助澜。各大娱乐账号纷纷发布所谓的内幕爆料，有些甚至添油加醋，把简单的举报事件描绘成惊天大案。公众在信息洪流中被牵动，很多人一时难以分辨真伪，只能随着话题的热度起伏而摇摆。这一切都让王一博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，因为在舆论的战场上，真相往往被淹没，情绪与立场才是最容易被传播的东西。而他需要做的，就是用时间和行动证明清白，同时直面舆论的锋刃。
事件的复杂性也在于此，一方面它是一场举报风波，另一方面它却演变成了一场舆论战争。谁能赢得这场战争，不仅取决于真相，还取决于公众的理智与耐心。警方在事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。事实上，他们从一开始就非常谨慎。因为举报虽然带有恶意，但既然提交到了警方手中，他们就必须依法处理，不能因当事人是公众人物而特殊对待。经过调查，警方逐步厘清事实，发现所谓的举报证据漏洞百出，并未形成实质性指控。这意味着王一博本就不该被卷入这场风波，但由于举报的性质特殊，警方不得不进行核实。警方的声明给了王一博极大的支持。他们强调，恶意举报不仅浪费公共资源，还严重扰乱社会秩序。对于这种行为，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。这一表态让粉丝们大大松了一口气，因为这意味着事件不会无限放大，王一博也能够逐渐摆脱阴影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释放了一个信号，娱乐圈的明星同样享有法律保护，恶意攻击者不可能永远逍遥法外。明星的名誉不是虚名，而是长期经营的资产。一份没有经过证实的举报，可能瞬间撕裂公众对一个人的信任，但法律与事实应当成为修复裂痕的底座。面对神秘举报，理性的第一步是保存证据，对话截图、时间线、匿名账号来源，以及所有相关传播路径都需要被记录。其次，合格的法律团队会评估举报的实质性，决定是否向警方报案反击或直接提起名誉侵权诉讼。对公众人物而言，既要尊重司法程序，也要积极运用法律武器维护清白。若查明举报为恶意捏造，法律不仅能恢复名誉，还能追究责任者的民事赔偿与刑事责任，从而形成对网络暴力的震慑。但法律是最后一道防线，启动诉讼通常漫长且消耗精力，所以舆论危机管理同样关键。专业公关可以在保持依法维权的同时，策略性发布声明，控制信息节奏，避免二次传播假消息。最后要强调，法律不是万能的情感疗愈，明星也需要心理支持。被污蔑的经历会带来焦虑与无力感，因此在进行法律与公关行动的同时，团队应关注当事人的心理恢复，平衡事业与生活，才能在风波中更稳健地走下去。粉丝既是偶像的堡垒，也是舆论战场上的放大器。王一博的支持者在这类事件中往往迅速集结，澄清信息，辨别来源，发起正义声援，甚至通过法律途径为偶像争取公信力。这种草根维权在短时间内能凝聚庞大声音，形成社会压力，促使有关部门重视事件真相。粉丝的热情在关键时刻能变成保护偶像的盾牌，但热情也可能失控。当支持转为网络暴力、肉搜或人身攻击时，原先的正义感就会导向另一个极端，甚至给偶像带来法律与道德上的二次伤害。理性的粉丝应当学会自我节制，帮助传播可靠消息，反击谣言，但不违规、不越界。公众也需保持冷静，不被情绪化内容牵引。媒体与平台在此扮演平衡器的角色，既要保护言论自由，也要打击违法侵权行为。这次事件的一个重要教训是，粉丝力量若能与法律、公关、平台监管形成合力，就能有效制止恶意谣言。反之，盲目出征只会扩大争端，消耗偶像与社会资源。对观众而言，学会分辨信息真伪，用事实说话，比任何情绪化的声援都更有价值。王一博被神秘举报的事件不是个例，而是现代网络生态的缩影。社交媒体降低了信息发布门槛，也放大了匿名性带来的破坏力。有人借着键盘匿名发起攻击，有人把吃瓜当成快感，媒体追热点，算法推热帖，最终制造出一个真假难辨的舆论漩涡。对明星而言，曝光越高，风险越大，一条谣言可能贯穿数十万条转发与评论，真相却在海量噪音中失声。要改善这种文化，单靠明星或某个机构难以完成。
平台需升级审核与溯源机制。